我靠半碗泡面收了个死士。你是神仙吗？创业5年，倒欠300万。我坚持用最好的食材，却被那些用添加剂的商家挤兑到破产。张小柯，开门！房租拖5个月了，今天不给钱，老娘就把你店砸了！王姨，再宽限2天！滚出来！老娘今天就不走了，有本事你飞出去！妈的，拼了！快！啊！这是天亮了，还是穿越了？这位兄台，莫不是也来这死胡同等死的？你是谁？小生白成文，进京赶考，盘缠被偷，3天没吃东西了。这朝代物质虽丰，但厨艺低下。那些酒楼做的东西，花最后3文钱买了牡丹楼1碗鲜汤，喝完肚子更疼了。算了，救命要紧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甜的，还有肉的味道。小生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小生白成文，愿为恩公效犬马之劳。起来，别动不动就跪。你先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大雍朝汴京朱雀大街后巷。恩公，您这碗面，小生在汴京最好的酒楼都没见过这等美味。汴京最好的酒楼，东来轩和牡丹楼。东来轩是老字号，牡丹楼是新贵。但要说谁最黑心，牡丹楼认第2，没人敢认第1。小生就是花最后3文钱买了牡丹楼1碗鲜汤，喝完肚子疼了2天。鲜汤？那陈老板说是西域秘方，喝了能延年益寿，结果小生差点死在街头。秘方听起来有点搞头。白相公，既然你无处可去，跟着我干！我要在这汴京开一家酒楼。恩公要开酒楼，小生愿效死力。这东西能回去？古代没燃气，但这东西可以说是仙家法宝。够了，真材实料，良心为本。古代人哪见过这个？恩公，这些是开饭馆的家当。白相兄，这附近可有热闹的街巷？马行街，汴京最热闹的夜市。走。瓦片烤肉，没见过。这什么味儿？好香！老人家，尝尝，不要钱。好嫩的肉，这酱又甜又辣又香，绝了！哎，给我来一份！可以啊！这只是开始。听说这逍遥水喝了能让人高兴，我昨天喝完，回去倒头就睡。我娘子说这水比酸梅汤好喝100倍。烤肉嘞，烤肉嘞！恩公，逍遥水卖断货了。那就限量，每人只卖1碗。什么限量？我加钱，10文1碗。我出15碗。不加价，今日卖完为止，明日请早。好东西，急不得。给我留10串。我有20串，我也要。马行街那个野摊子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了，摊主叫张小哥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。瓦片烤肉，还有一个叫逍遥水的东西。逍遥水，陈爷，这人怕是不简单。不简单，那就看看他能蹦跶几天。
谁是摊主？我是，有何贵干？老夫李壮，前御膳房副总管。听闻你这摊子号称神仙烤肉，口气不小，老夫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本事。御膳房的大厨来踢馆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李师傅想怎么比？烤肉比的是火候和调味，老夫现场烤一份，你烤一份，让大伙评评。可以，但比试要有彩头。我输了，这摊子送你；你输了，签3年契约，来我店里当厨。狂妄！老夫会输给你一个野摊子，比就比。老夫用的可是御膳秘制腌料，10几种香料调配，尝尝，这味道绝了，好吃，果然是御厨的手艺。连腌都不腌，你这是糟蹋肉！尝尝。这不可能，肉里没有腌过，为何如此鲜美？而且还有一股醇厚浓郁的肉香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秘密就在这碗汤里，这是我张家祖传的高汤秘方。上等老鸡火腿，文火交替熬制3天3夜，将精华浓缩于此。一锅白水加1勺这个，胜过普通高汤10倍。烤肉涮一下，比任何腌料都鲜。这祖传秘方也太神了！李师傅输了，老夫服了，愿赌服输，3年契约，老夫签了。李师傅，起来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东家，这高汤到底是怎么调的？老夫做了一辈子菜，从未见过如此醇厚又清爽的汤底。李师傅，别急，这配方我迟早会交给你，但现在你得先帮我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用这高汤做汤底，咱们开发几道新菜。瓦片烤肉是夜市的，咱们得有几道能上得了台面的硬菜。交给老牛。这又是什么？高汤炖菜，10文1碗，管饱。就是他！这个什么？怎么搞这个？过来！肚着了，还想来啊？是，而且他现在用祖传高汤做汤底，生意更火爆了。陈爷，这人手里有真东西。真东西，那就给他泼脏水，散布消息，就说他的祖传高汤是用死人骨头熬的。3天之内，我要他的摊子臭变本净。是，听说了吗？那高汤是死人骨头熬的，太恶心了！恩公，这绝对是有人造谣。咱们的高汤用的是上好的鸡和猪骨，怎么可能是死人骨头熬的？东家，老牛在御膳房几10年，这种事儿见多了，是有人眼红，故意泼脏水。各位乡亲，有人说我的白色液体是死人骨头熬的，好，今日我当众熬一锅，让大家亲眼看看。大家看好，这是用上等老鸡、猪骨、火腿熬制3天3夜浓缩而成，色泽乳白，香气醇厚。若是死人骨头，能有这成色，能有这香味儿？好香，是真正的肉骨香。我家熬的骨头汤也是这个味儿，就是没这么浓。张掌柜坦荡，肯定是有人陷害你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你传的谣？不是我，是牡丹楼的人让我说的。牡丹楼太缺德了，我怎么找你了？回去告诉陈子涵，有本事正面来，别躲在背后耍阴招。张掌柜，昨天的事儿我们听说了，牡丹楼太不是东西了，以后我们就认准你的摊子了。高汤炖菜，给我来3碗。恩公，这几日的流水比造谣前还翻了1倍。谣言打不垮的，只会让你更强大。白相公，去把房伢子叫来，咱们该扩张事业版图了。两位公子，这边请。张掌柜，就是这儿，樊楼
当年汴京数一数二的大酒楼，后来出了些怪事儿，就荒废了。原价3000贯，现在只要500贯。不过我得提醒您，这是凶宅。凶宅？东家，老牛也听说过，这樊楼闹鬼，夜里常有怪声，还有人见过白影。要不咱再看看别处？凶宅，凶宅好，买的就是凶宅。张掌柜爽快，我这就去请房主来办手续。疼死我了！这杀千刀的牙疼。周员外，有人想买樊楼，500贯，少一文不卖，别烦我。周员外，你印堂发黑，邪火攻心，这牙疼是樊楼的脏东西作祟，不想让你卖楼。你会化解？此乃太少清火丹，半刻钟止痛，无效我立刻走。上仙，活神仙，盘楼价300贯，只要300贯，房契地契现在就给。没想到把在现代的垃圾桶入口搬进冷库，还能打造时空门的效果。接下来该会会那个鬼了。来吧，让我看看这楼里藏着什么牛鬼蛇神。我操，这鬼会功夫！妖术，我的眼睛！火刀盾，火刀盾，火刀盾，火刀盾！张新来，这是张新来！还有千里传言，山仙饶命，山仙饶命！何方妖孽，还不现出原形！山仙饶命！我不是妖孽。我是人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躲在此地？我叫素素，北边逃难来的，这里没人敢来，我才躲进来。我饿疯了，在啃房梁掉下来的烂木头。身手好，赶住凶宅，绝境求生，是绝佳的护卫。好像是食物。想吃，吃了它，以后替我守好樊楼。有人闹事，杀！谁敢闹事，我咬断他喉咙！甜的，是白面。主人大恩大德，素素无以为报。从今往后，素素这条命就是您的。郎君，这位是？她叫素素，以后就是樊楼的护卫。素素见过白相公、李师傅。东家，这丫头能打吗？能打，太能打了！郎君，招牌挂好了，今日就能开业。东家，后厨也收拾妥了，高汤炖菜、瓦片烤肉，随时能上。今日开业，把咱们的招牌菜全摆出来，我要让全本京的人都知道，樊楼回来了。各位乡亲，樊楼今日重新开张，瓦片烤肉、高汤炖菜、逍遥水应有尽有。开业3天，全场8折。樊楼，张小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笑到几时。掌柜的，再来5份五花肉，这瓦片烤肉也吃上瘾了。
谁是掌柜的？我是。砸了桌子，这钱你得赔。赔？老子赔你姥姥！有人出钱买你的腿，兄弟们，给我砸！素素在。我的腿！敢动主人，死！东家，咋办啊？素素，闪开，屏住呼吸。这是啥？暗器？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毒烟是妖术。这就是樊楼的白龙吐气。回去告诉陈子涵，文的他输，武的他也输，下次再来，我就不用白龙吐气了，改用掌心雷。不敢了，上仙饶命！各位受惊了，刚才是本店特别节目驱魔降妖，这白雾是仙家灵气，无毒无害，吸一口还能清肺治核。作为补偿，今晚全场打9折。张掌柜威武，那白烟太厉害了，这是把天上的云彩拽下来了吧？我就说这是神仙世界，连打架都用仙法。掌柜的，从今往后，我赖三儿就是您的终身食客，谁敢找樊哥的麻烦，先过我这关。东家，这又是啥新鲜玩意儿？炒酸奶。炒酸奶？酸奶还能炒？不是用火炒，是用冰。这块钢板我放冷库里冻了1夜。尝尝。不对，比冰好吃100倍，酸甜可口，还有奶香。夏天卖这个，全汴京的姑娘都得疯。绝了，比冰雪冷园子顺滑100倍。这要是送到青楼去，白象兄，你终于开窍了。素素，你换上这身衣服，把这盘炒酸奶送到翠云阁，交给当红头牌如烟姑娘。记住，就说这是樊楼新出的冰雪玉露，只有全汴京最美的姑娘才配吃。是，主人。你是？樊楼新出的冰雪玉露，掌柜说了，只有全汴京最美的姑娘才配吃。这掌柜倒会说话，拿来我尝尝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冰凉酸甜，还有果子香。快，给我也尝尝。这一盘是送仙女姐姐的，官人想吃得买，50文一盘。50文？这么便宜，给我来10盘，每桌都送，让姑娘们都尝尝。这是何物？掌柜的，是樊楼的人送来的，叫冰雪玉露。现在全城的姑娘都疯了，都买这个吃。咱楼里的客人也……炒酸奶？这不是炒酸奶吗？樊楼，又是樊楼，不许吃，都给我扔出去！陈掌柜，你这就不讲理了。我们花钱吃饭，吃点甜品怎么了？就是，你牡丹楼要是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冰品，我们也买你的。张小哥，你给我等着！郎君，今日的炒酸奶不到50就卖光了，还有好多人没买到。那就再加料，告诉李师傅，从明天起炒酸奶不限量供应。是。那个张小柯到底什么来路？从野摊子到樊楼，瓦片烤肉、祖传高汤、白龙吐气、炒酸奶，这些东西大庸从来没有过。陈爷，属下也查不出他的根脚，此人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。凭空冒出来？不，
他是和我一样的人，和您一样。我也是穿越来的，因为他有我没有的东西——双向通道。他能自由往返现代和大庸，有源源不断的货源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备车，我要亲自去樊楼会会这个老乡。陈掌柜，您这是？通报一声，牡丹楼陈子涵求见张掌柜，就说故人来访。陈掌柜，东家有请，2楼包厢，多谢。陈掌柜深夜来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张掌柜年少有为，1个月便让樊楼名动汴京，陈某佩服。陈掌柜客气，牡丹楼才是汴京第1楼，在下不过是讨口饭吃。讨口饭吃？瓦片烤肉、祖传高汤炒酸奶，这些东西大庸可没有。张掌柜的手段让陈某想起了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奇变偶不变。符号看象限。3年了，终于又听到这句话了。既然都是穿越者，陈掌柜为何今日才来相认？因为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。现在你有了。张掌柜，既然都是老乡，不如联手。我有渠道遍布大庸的人脉，你有技术，有双向通道，咱俩联手，整个大庸的餐饮市场3年之内能垄断。联手？怎么个联法？你只管供货，我来搞定渠道和官府。你在现代欠的债3个月就能还清。你以为他们想要你那种寡淡无味的健康食品？不，他们只在乎这一口下去爽不爽。至于健康，他们连明天能不能吃饱都不知道，谁在乎健康？我在乎。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，冥顽不灵。张掌柜，念在你我都是现代人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要么合作，要么我牡丹楼和你樊楼不死不休。你好自为之。白相公，把这些东西一样样放进去。好。郎君，这结晶是什么？糖精飒，甜度是蔗糖的3倍，吃多了伤肝肾，眼硝酸钠，能让肉永远保持粉红色，但进到肚子里会转化成致癌物。还有这个复合联3酸，保水肺，1斤肉能锁住3两水，吃起来嫩，全是假肉感。郎君，那这肉到底是不是肉？是肉，但已经被添加剂腌透了。诱食剂、工业剂，这东西会让人的味觉阈值越来越高，吃别的东西都觉得没味，只能吃他家的东西，越吃越上瘾，越吃身体越差。这不是毒药吗？比毒药还狠，毒药是一次药没，这是慢慢折磨。5万？这连成本都不够。他在打价格战，想把我的客人全抢走。这位娘子，孩子最近是不是不爱吃饭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孩子以前能吃2碗饭，最近半碗都吃不下，就爱吃这糖。大嫂，带孩子来樊楼，我给他做1碗面，不要钱。这糖别再买了。孙大夫，晚辈樊楼张小哥有一事请教。张掌柜客气，请讲。可有药材能解食物之毒，尤其是那种让人不思饮食，只对某一类食物上瘾的毒？你说的可是牡丹楼那些东西？孙大夫知道。老夫行医50年，最近半年接诊了上百个病人，症状都一样，面色褐黄，食欲不振，舌苔厚腻，大便不畅。老夫尝过一口那百花酿，甜得发苦，喝完喉咙发紧，绝非天然之物。可有解法？老夫配过一个方子：山楂、麦芽、陈皮、茯苓、山药、莲子，健脾开胃，化积解毒。但药毕竟是药，味道苦涩，病人不愿喝。孙大夫，如果把这方子做成药膳面？药膳面，慢一些，力道要均匀。郎君，今日流水不到3贯，比前日少了80%。东家，
准备的食材剩了一大半，明天全得扔。主人，要不要我去牡丹楼？不急，陈子涵降价，咱们不跟。从明天起，樊楼正式推出龟臻药膳面，山楂、麦芽、陈皮、茯苓、山药、莲子7味药材入面，祖传高汤为底，专解牡丹楼鲜菜之毒，开胃化积健脾。30文一碗。对，凡是带孩子来的，老人和孕妇半价。小朋友，尝尝。这就是能解牡丹楼毒的面。我吃了2个月牡丹楼的东西，现在吃什么都没味道。这面真能管用。老夫行医50年，以百草堂100年招牌担保，这龟臻药膳面用的全是健脾开胃、化积解毒的药材，连吃7天，食欲自开。给我来一碗！我也要。张掌柜，救命！孩子吃了牡丹楼的彩糖。吃了多少？3包，他瞒着我偷偷买，都吃了。此物色艳而毒烈，伤脾胃，损肝气，再拖下去，恐成慢毒之症。慢毒？白成文在，带上孙大夫的脉案，叫上素素，跟我去牡丹楼。陈子涵，出来！张掌柜，什么风？你的糖差点毒死一个5岁的孩子。毒死？张掌柜，空口无凭，你说有毒就有毒。这不是果子的颜色，是矿石里炼出的颜料染布用的。张掌柜，空口白牙就要污人清白？你最近的皮肤怎么这么好？用的什么胭脂？哪有什么胭脂？你们摸摸我的脸，是不是比上个月滑了？没换胭脂，就是吃了樊楼这冰雪玉露以后的效果。天哪，这个冰冰凉凉，比蜜饯好吃100倍。如烟姑娘，这是牡丹楼新出的点心，陈掌柜特意让小的送来给您尝尝。放下吧，替我谢谢陈掌柜。是。姐姐不尝尝？牡丹楼的点心以前可是咱们这儿最抢手的，吃过了樊楼的东西，再吃牡丹楼的，只觉得满嘴怪味。从今天起，翠云阁宴客只用樊楼点心。陈爷，如烟姑娘说以后翠云阁只用樊楼点心，咱牡丹楼的东西她一概不收。陈爷，不光如烟姑娘，翠云阁好几个头牌都开始只要樊楼点心了。他们私下都在传，说吃了咱们的东西嘴巴发苦，皮肤发黄。一个贱人也敢挑剔我的东西。郎君，今日流水不到3贯。东家，牡丹楼把神仙肉降到5文一份了，连生肉都买不到的价格。咱们也降吧。不降，跟他打价格战，只会把自己拖死。5文钱这么大一碗，太划算了。便宜又好吃，就是吃完别的啥都吃不下，真怪。卖这么便宜，不会有问题吧？2文钱一包，吃了这么久也没死，能有什么事？东家，买这个做什么？李师傅，帮我在门口摆2张桌子，明天一早。摆桌子干啥？
让全汴京的人自己看。江不凡，樊楼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回陈爷，张小葛没有降价，他推出一个叫无添加的系列，说孕妇孩子可放心吃。无添加？就这？他以为那些穷骨在乎什么健康？继续降，降到3文。陈爷，3文连柴火钱都不够。不够就对了，我要的是樊楼1个月内关门。这是干啥？唱对台戏？各位乡亲，今天不推销，不打折，只请大家用眼睛看，自己判断。这块肉出锅3个时辰了，颜色变了吗？没变，跟刚出锅一样红。正常的肉出锅3个时辰，颜色会变烂。牡丹楼的肉为什么不变？因为他们加了消炎，入腹化毒，9时伤身。老夫以百草堂100年招牌担保。百花酿，名字好听，你们闻闻，这是花香吗？好刺鼻，我头都晕了。这是卖给孩子的糖，你们自己看。我家孩子天天吃这个，怪不得老说肚子疼。陈爷，要不要让他闹？闹完了，穷鬼们还会来买，因为便宜。姐妹们，我今天把大家叫来，只说一件事：牡丹楼的东西以后谁也别碰。如烟姐，可是牡丹楼陈掌柜前几日还派人来说，咱们只要给客人推荐他家的点心，每月每人10贯赏钱。10贯钱，买你们的命吗？翠儿，过来，把你舌头伸出来。他吃了2个月牡丹楼的福娃糖，舌头就是这样。大夫说伤了脾胃，至少调养半年。咱们做这行的，靠的就是这张脸，脸黄了，身子垮了，还怎么见客？如烟姐说的对，我上个月吃了牡丹楼的神仙肉，拉了3天肚子，差点没死在茅房里。从今天起，我翠云阁宴客只用樊楼的点心和饮品，谁要是偷偷买牡丹楼的东西，别怪我不讲姐妹情分。陈爷，出事了！翠云棱、红袖罩、醉仙楼、汴京10几家青楼，一夜之间全换了樊楼的点心和饮品，咱们在风月场的渠道全断了。什么？那些贱人疯了！我给他们的可是最高的分成。听说是如烟姑娘领头，她说牡丹楼的东西有毒，谁吃谁倒霉。那些姑娘都信了。张掌柜，我连吃了3天你们的骨汤肉丸，胃口大开，也不吐了。我家相公说，以后咱们家就在樊楼吃了。张掌柜，我吃了2个月牡丹楼的菜，吃什么都没味儿。昨天在你这儿吃了1碗龟针药晒面，今天早上居然觉得饿了，这是2个月人头一回。张掌柜，老夫活了60多年，头一回见到开饭馆专门承诺孕妇孩童可放心食用的。冲着这份担当，老夫以后只认樊楼。牡丹楼的菜吃完心慌，樊楼的菜吃完舒坦。以前图便宜，现在想通了，身体比钱重要。听说了吗？如烟姑娘放话了，以后只吃樊楼的东西。连花魁都认准樊楼了，那肯定错不了。走走走，去樊楼。掌柜的，今天午市流水。滚！谁是张小果？我是。阁下是？在下冯府管家。我家大公子听闻张掌柜经营有方，特备薄酒，请张先生过府一叙。冯木郎君，那可是当朝太师冯广的大公子，官家身边第一宠臣。冯家是汴京最大的掠食者，被他们盯上上的，没有不进嘴的。那就都杀掉。别慌，人家既然下请柬，就是给我面子，去当然要去。可是郎君，万一这是鸿门宴，鸿门宴也得去，躲得了初1，躲不了15。而且，陈子涵能攀上冯家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草民张小哥见过冯学士。张掌柜，听说你本事了得，连陈子涵都在你手里吃了逼。草民只是做点小本生意，陈掌柜的事是他咎由自取。陈子涵每年给本官上贡5万贯，你断了他的财路，等于断了本官的财路。冯学士，陈掌柜能给您的，无非是些不入流的仙丹妙药，草民今日带来的，才是真正的宝物。这是？此乃昆仑水月镜，
不照皮囊，只照真魂。宝剑赠英雄，此镜能映照出学士的绝世风采，分文不取。好，好一个绝世风采！张掌柜果然是个妙人。哼！大公子，此人号称能一使雷霆，贫道不信，让他使出来看看。若是使不出，就是欺瞒大公子，其罪当诛。妖人，既然你会雷法，那便让贫道领教领教。冯学士受惊了。草民早就说过，雷法性烈，容易伤人。这位道长非要以身试法，草民也是无奈之举。张先生，请坐。刚才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学士客气了。草民只是个生意人，只求安稳做生意。只是陈掌柜屡次三番想要草民的命，草民也是被逼无奈。陈子涵，一个废物而已。从今天起，他不再是本官的人。这是我冯府的令牌，以后在汴京，谁敢找樊楼的麻烦，就是跟我冯木过不去。学士庇护之恩，草民无以为报。樊楼愿拿出2成干骨，孝敬学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张先生果然是爽快人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就是一家人了。太师，这是草民耗费3年心血炼制的长生丹，服用之后精神100倍，容颜不老。长生丹，草民愿以性命担保。太师，奴婢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。把剩下的收好，不急着用。太师不试试？陈掌柜，急什么？好东西得留到关键时候。太师，草民今日来还有一事相求。樊楼张小哥欺压草民，断了草民的活路，草民斗胆，求太师主持公道。陈掌柜，本官帮你可以，但你的长生丹得让本官看到更多的诚意。这世道，单凭1粒丹药就想换本官替你出头，你觉得够吗？太师若能为草民做主，草民愿将牡丹楼3成不5成干骨献与太师府。5成，你得让本官看到你的长生丹确实值得本官压住。白纸黑字，太师府不欠人情，只认契书。5成股份，5成。风光，你这条老狐狸！老东西吃了我的丹，还想要我的骨，等我收拾了张小哥家，再来收拾你。户部主事陈子涵，贺！回大人，这凤凰羽是用西域秘法腌制的极品鹿肉，色泽天然，味道鲜美。草民特将此菜献给太师，祝太师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樊楼张掌柜献龟臻清汤素面。太师寿宴，你就拿1碗白水煮面来糊弄，这也太不把太师放在眼里了吧？就是，看着清汤寡水的，连点油腥都没有，这也好意思端上来？张先生，你今天怎么搞的？这可是我爹的寿宴。这叫龟臻面。太师今日长变珍馐，舌头已疲，这碗面能让舌头缓一缓，太师不妨一试。老夫吃了一辈子山珍海味，今日方才明白，真正的美味不在花样，在本真。张掌柜，你这龟臻面颇有反薄龟臻之趣。至于这个颜色太艳，闻着有股怪味，老夫年纪大了，受不住这等浓烈之物，撤了吧。张小可，你别得意，1碗白水煮面不过是讨了太师一时的新鲜，你以为这就赢了？你以为攀上冯木就能高枕无忧？我告诉你，冯光已经收了我的长生丹，咱们走着瞧。陈掌柜，你有你的路子，
我有我的底线。从一开始，路就是不一样的路。你懂个屁！陈掌柜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收手吧。如烟姑娘，深夜来访，可是出了事？张掌柜，我今晚在太师府陪宴，陈子涵和冯府管家在偏听密谈。大人，请转告太师，今日只是意外，我有办法让樊楼彻底翻不了身。哦，什么办法？我已经弄到了一批巴豆粉，无色无味，只要派人投入樊楼的水井，那些食客吃了樊楼的东西，全都会上吐下泻。到时候，主人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如烟姑娘，你可听清了？听得真真的。陈子涵说已安排好了人手，事成之后立刻送出汴京。大恩不言谢，日后有用得着樊楼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张掌柜客气了。我如烟虽然在风尘里讨生活，但也懂得何为良因道德。张掌柜是好人，在这汴京城里肯为穷人和孩子说句话的商人，你是头一个。郎君，要不要报官？陈子涵背后是太师冯广，报了官，他有100种方法脱身。去准备一口新水缸，放在后院隐蔽处。从明天起，厨房用水全部从那口新缸去。另外，在井口附近安排人手暗中监视，我要抓投毒者的现行。好。等你很久了。饶命！饶命！我只是奉命行事。谁派你来的？是牡丹楼的陈掌柜，他给了我10贯钱，让我在樊楼的水井里下药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实在是没钱了才。他让你下什么药？他说是巴豆粉，吃了会拉肚子，但不会出人命。他说只是想给樊楼一个教训，不会真的害死人。张掌柜饶命啊！白成文，把他送去衙门。张掌柜，求您别送官，送官我就死定了。求张掌柜给我一条活路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好，我不送官，但你得做一件事。明天你去开封府自首，就说有人雇你投毒，但你良心发现把药扔了。至于雇主是谁，你就说对方是蒙面而来，你不清楚。这能行吗？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我保你全家平安。陈子涵那边，我自会处理。堂下何人？所谓何事？小人是城东的脚夫张三。前日有人给了小人10贯钱，让小人往樊楼的水井里投巴豆粉。小人良心上过不去，把药扔了。今日特来向大人自首，求大人从轻发落。往樊楼投毒？谁这么缺德？还能有谁？牡丹楼那个姓陈的，是谁指使你投毒？从实招来。小人不知道，对方是蒙面而来，求大人明鉴。大人，这是诬告。大人，此人分明是被有心人收买来构陷草民的。汴京谁不知道樊楼与牡丹楼有戏？单凭一个脚夫的口供就说草民指使投毒，这也太儿戏了。另外，草民斗胆问一句：巴豆粉在哪？物证可有？若物证人证俱缺，还请大人明察。陈掌柜说的有理，若只有人证，本官确实不好判。不过陈掌柜来的正好，本官审理的是樊楼案件，何时说与你牡丹楼有关？大人，草民只是听到坊间传言，心中不安，特来澄清，这不能说明什么。大人，民女可以作证。你是何人？民女如烟，翠云阁行首。民女亲耳听见陈子涵在太师府偏厅与冯府管家商议投毒之事。你胡说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是张小哥的姘头，你在做伪证。大人，民女还有人证。那晚在太师府不但有冯府管家在场，太师府的丫鬟也在廊下伺候茶水。大人若不信，可传他们上堂对质。陈子涵，
人证物证俱在，本官今日判你罚款1000贯，牡丹楼停业整顿10日，若有再犯，从严查办。活该！往人家井里投毒，这种黑心商家就该封了。听说他还卖毒糖果给孩子，早就该收拾他了。太师息怒，这次是意外，求太师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够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来太师府了。你那些长生丹，本官也让人验过了，不过是一些让人亢奋的香精丸子，你连本官都敢骗？太师，草民不敢骗你，那长生丹确实有效果。来人，送客。太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废物！太师，张小葛那边让冯木继续拉拢他。那个张小葛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知道分寸。至于陈子涵的股份契书，收好。牡丹楼还有残余价值，等他彻底倒了再出手。太师高明，你们一个个都和我作对，为什么？不是说我才是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吗？系统，给我兑换最强的添加剂，我要让全汴京的人都离不开我的东西，等他们上瘾了，就会跪着求我回来。警告：宿主当前积分仅剩1800点，建议节约使用。闭嘴！我要的是能把樊楼彻底打垮的东西。推荐工业幼时 GX9，效果味觉依赖度极高，停用后出现强烈不适，副作用长期使用导致味觉损伤、营养不良。兑换积分1500点。警告：此物副作用不可逆。兑换。面饼准备好，料包准备好，贡院大门一开，统一下锅。下面放料。各位举子老爷们辛苦了！樊楼感念各位为国读书之不遗意，特备下状元红烧牛肉面3000碗，热汤热面不要钱，愿各位吃了这碗面金榜题名。活过来了，老夫活过来了。跑了3回都落榜，人都熬干了。这一碗面是真的救了他的命。这面条便于携带，热水一泡即食。若是能作为军粮，回去拟个折子。这樊楼的金丝龙须面，兵部要重点关注。是。各位掌柜，安静！樊楼金丝龙须面全国招商大会现在开始。张掌柜，你这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各位先尝尝。这面怎么这么劲道？汤也鲜，而且方便啊，热水一泡就能吃。这要是拿到我们那边卖，肯定抢疯了。樊楼授权各位在各自州府开设专卖店，价格全国统一，利润樊楼只抽30%。只抽30%，这也太良心了！我签了。陈爷，樊楼今天在搞全国招商，来了几10个外地商人，争着签代理。金丝龙须面要卖遍大鄂了。他招商，我也招商。江不凡，咱们的牡丹鲜面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批量生产了，配方按您的吩咐，加了长效防补，保质期1年，成本比樊楼低1半。好，放出消息，牡丹鲜面只要樊楼1半的进货价，同样的味道，保质期比樊楼长3倍。看那些商人选谁。是。系统，防腐剂的库存还剩多少？张掌柜，好消息！兵部李尚书亲批，樊楼金丝龙须面为西军指定军粮，第一批5万包。还有一事，李大人让问一句，张掌柜之前的龟臻药膳面能不能也做成军粮？西军苦寒，兄弟们肠胃多有不适。若那健脾开胃的药膳面能入军，功在社稷。已经在试了，药膳面饼的保质期还差最后一步，3个月内必有得福。那就等张掌柜好消息。东家，药膳面饼的方子我反复试了10几回，山楂、麦芽、陈皮、茯苓、山药、莲子打成粉揉进面里，味道没问题，但保质期压不到3个月，而且麦芽受潮易霉，若是军粮，存放条件可不比樊楼后厨。李师傅，试试低温烘烤，
把面饼含水量再降1分。能不能把山楂和麦芽的用量各减半分，用白杵代替？东家，给我3个月，我天天试，试到它能在阴凉处放满3月不走味为止。张掌柜，今天是来向你辞行的。辞行？姑娘要去哪里？城东的刘员外替我赎了身，过几日我便要离开翠云阁了。刘员外，可是那位做丝绸生意的刘员外？是他，他家里已有正室，我过去是做妾，但他人厚道，待我不错。这些年在风月场里看尽了人情冷暖，能有个安稳的归宿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张掌柜，临走前，如烟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再给我做一碗龟胗面？这碗就是给你做的，趁热吃。还是这个味道。我走了，你做的菜很好吃。素素姑娘，以后樊楼的事，放心，翠云阁的几个姐妹我都认识，有消息会告诉我。樊楼张掌柜接贬，兵部尚书李大人亲批樊楼金丝龙须面为西军指定军粮，5万包军粮如期交付。张掌柜，李大人还让问龟胗药膳面的军粮配方，3月之期将至，可有进展？已在最后的试储阶段，李师傅试了上百多方子，用白术剔了麦芽，低温烘烤，常温下撑到3月未坏，再验一次就送呈兵部。好，西军兄弟们等着！皇上，樊楼是皇上了！张掌柜这是通了天了！皇上，我经营3年，他一个刚来的，凭什么？张老板，我有一件事，我今天必须说出来，否则这良心过不去。你说，先前您被造谣黑虎帮来砸店，甚至前阵子的投毒都是我做的，不，都是陈子涵指使我做的。从前我想着他花样多，跟着他就能发财。可是前几天我路过百草堂，门口长凳上坐着一个孩子，脸蜡黄，他跟我儿子差不多大。张老板，那糖的配方是我按陈子涵给的粉调制的，那孩子嘴唇上的蓝色是我亲手调出来的。我回家1个晚上没睡着，我怕哪天我儿子也吃到那种糖，我更怕到了地底下没法跟祖宗交代。张掌柜，我知道。您知道？既然你决定站在我这边，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。陈子涵那些仙粉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张爷，这正是我要说的最关键的事儿。陈子涵不是靠什么西域秘方，也不是靠商队采购，他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帮他。看不见的东西？每次他需要那些仙粉，就会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空气说话，说系统兑换什么什么，然后桌上就会凭空多出几包东西，有时候是粉末，有时候是液体。张爷，我能说的全说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江不凡这条命就是您的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不要你赴汤蹈火，我要你继续留在陈子涵身边。听说了吗？牡丹楼的牡丹鲜面保质期1年，价格只有樊楼的1半。那还等什么？签牡丹楼，再等等吧。樊楼的面虽贵，保质期也短，但面调出来是正经香味儿。牡丹楼那个太便宜了，便宜的不对劲儿。等什么？再等代理都被抢光了。快大的，你快来看！保质期1年，3个月就发霉了，而且外表根本看不出来，这要是被人吃了还得了？退货，全部退货！陈子涵，出来！你说这面能放1年，3个月就发霉了，有些外表看着是好的，掰开里面都臭了。是你仓库保管不当，与我牡丹楼何干？保管不善？我隔壁就是存樊鲜面的，同一个仓库，同一批伙计，人家的面放了3个月1包不坏，你的全臭了。你有问题去开封府，
牡丹楼不接无凭无据的退货。张掌柜，我要退牡丹楼的约，重新签樊楼。那牡丹鲜面3个月就没了。有些面饼外边看着是好的，掰开里头全是黑水。我隔壁库房存的就是您的面，同一个仓，您的面一包不坏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您说真正的好东西经得起时间考验是什么意思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也要签，还是樊楼的面靠谱，说3个月就3个月，一点不坏。系统，你不是说防腐剂的配比没问题吗？你那配方里只有防腐剂，没有抗氧化剂。面饼里的油脂3个月就氧化变质，油脂酸败产生异味，而防腐剂只抑制霉菌，不保护油脂，所以面饼表面不霉，内部却烂透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也没问。兑换抗氧化素是另外的积分。陈爷，外面那些讨债的商人把发霉的面送去了官府，说要控告您。堂下何人？状告何事？回大人，我们都是代理牡丹牌鲜面的商人。牡丹楼承诺保质期1年，结果3个月就全部发霉变质。更恶毒的是，很多面饼外表看着是好的，掰开才知道里面已经烂透了。若是有人误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人，这是欺诈！我们要求牡丹楼退全款，赔偿全部损失。传陈子涵。回大人，陈子涵逃了。传管令，查封牡丹楼，没收全部家产，用于赔付。全国缉拿陈子涵。警告：宿主积分跌破1000点，若继续下降，系统将进入休眠模式。休眠？休眠期间所有兑换功能锁定，解锁需重新积累基础积分或触发新宿主绑定协议。建议宿主立即采取措施增加积分。那就趁还没锁，把最后的积分全兑了，换火药。全国退货。回太师，牡丹鲜面在江南、川蜀2湖同时爆发退货潮，开封府已查封牡丹楼，陈子涵失踪，商人们联名告到了户部。你即刻去办3件事：第一，把陈子涵从太师府供奉名单上除名；第二，放出话去，冯家与陈子涵再无任何瓜葛；第三，派人去开封府递个话，说太师府支持严办此案，绝不姑息。既然弃了，就弃干净。那张小葛那边？张小葛此人手段狠辣，脑子聪明，若能为老夫所用，比10个陈子涵都强。但不急，先看他接下来怎么走。张爷，陈子涵没跑，他还在牡丹楼的密室里，但是他好像和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换了火药。强弩之末罢了。加强樊楼的护卫，所有进出包裹都要检查。素素，和我去牡丹楼。都和我作对，怎么都和我作对呢？警告：宿主当前积分已跌安全寻值，系统将在低后强制解绑。不，再等等，我还有办法，再给我一点积分，随便什么都行。解绑完成，宿主与系统的契约终止，感谢使用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3年，我做的一切。什么都没了。张小可，不只是张小可，还有冯广、江不凡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。我们在废墟里找到了陈子涵，他没有死，等待他的是流放岭南的裁决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老乡一场，我来送你。3年前我穿越到大庸，没有双向通道，没有金手指，我差点饿死在街头。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
它出现了，一个自称美食兑换系统的东西，能兑换任何我想要的食品添加剂、调味料、防腐剂，但需要积分。积分从哪儿来？从每一个吃了我东西上瘾的人身上来，吃的越多，积分越多。所以你就不停的加诱食剂，不停的让人上瘾。对，一开始我只想活下去，但后来我发现，靠这个系统，我不光能活下去，还能赚大钱、攀权贵、称霸汴京餐饮界。你的系统呢？没了，积分耗尽后自动解包，3年攒下来积分被你几个月就打光了。张小葛，你赢了。各位，我今天请大家来，只为商议一件事。咱们汴京的饭馆该立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汴京食坊公约。从今往后，汴京所有酒楼不得以有害之物入菜，不得以次充好，不得欺瞒食客，尤其是卖给老人、孩子、孕妇的吃食，必须保证安全。张掌柜，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有些东西不用的话，味道就差了，客人就不来了。诸位都有父母妻儿，难道你们能保证你们的家人在外面就一定吃不到这些东西吗？老夫行医50年，这半年接诊了数百名因食用牡丹楼鲜菜而中毒的病人，轻则脾胃受损，重则脏腑衰竭。张掌柜今日立这规矩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汴京百姓的性命。另外，老夫与张掌柜联手研制的龟珍药膳面，便是10亿可为药的见证。今日立约不仅是禁害，更是倡导。张爷，我东来轩签了。另外，东来轩院设药膳档口，请孙大夫定期指点。张掌柜，我信你。醉仙楼签了，聚贤庄也签。这是啥？是张掌柜立的规矩，以后汴京的饭馆不能用毒东西做菜了，谁要是用了，全行业一起收拾他。张掌柜好人啊，以后在外面吃饭终于能放心了。这个张小葛是个能做大事的人，回去告诉李尚书，樊楼的军粮订单再加20万包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樊楼张小道立食坊公约，被百姓共军粮，功在身下第1楼匾额。今特封张小国为宫中御厨顾问，赐紫金鱼袋，准御前行走，每月朔望入宫指点御膳房。钦此。以后御膳房都得听张掌柜指点，这面子可太大了。草民领旨谢恩。这位就是新封的张顾问，咱家在这御膳房伺候了30年，还是头一回见陛下封个宫外的厨子当顾问。张掌柜，好大的面子啊！听说是个开饭馆的，也不知道走了谁的门路。商贾出身，能懂什么御膳？刘公公客气，草民不过是运气好，得了官家错爱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请张顾问指点指点咱们这些粗活。今儿个正好要给官家准备午膳，不如张顾问露一手，也让咱们开开眼。这是西夏进贡的滩羊，肉质极嫩。咱们御膳房的做法是清炖，吃的是原味。张顾问既然是天下第1楼的掌柜，想必有更高明的做法。滩羊确实是好肉，不过今日官家午膳已有8道菜，再加1道羊肉恐怕腻了，不如换1道清口的。清口的？开水白菜。开水白菜，不就是白水煮菜叶子吗？这也好意思在御膳房做？我还当是什么高招，原来就是拿开水烫白菜。这玩意儿连我们御膳房的杂役都不吃。休得无礼，人家张顾问自有安排。一颗白菜只取这么点心子，这也太浪费了。大火烧开，撇去浮沫，转文火，吊3个时辰。张顾问，午膳还有1个时辰就要上了，你现吊汤来得及吗？
来得及。他在干什么？好好的高汤怎么把生肉浆倒进去了？这不是把汤搅浑了吗？这叫扫汤，用蛋白质吸附杂质，物理提纯。刘公公，您尝尝这汤。这汤，开水白菜，请公公品尝。老朽在御膳房30年，从未喝过这等汤，速速给官家呈上。这是何物？颇有新意。禀官家，这是草民所制的开水白菜，请管家品尝。开水白菜，开水白菜好啊！张爱兵做事果真是别出心裁。朕今天就要试试你这开水白菜有何不同。张爱卿，你这樊楼掌柜果真是名不虚传，承蒙官家厚爱。听闻张爱卿在坊间立下了十坊公约，回官家，是汴京10几家酒楼共同立的，草民只是牵头。好，朕听说你不仅立了规矩，还免费给贡院的举子吃面，给西军供了20万包军粮。一个厨子能做到这些，配得上这天下第一楼之称。来人，朕要亲自赐字。这杯酒敬你们3个，没有你们，樊楼走不到今天。那时候您说要在这汴京开一家酒楼，我以为您只是说说的，没想到真的做到了。东家，当初我去踢馆想砸您的摊子，您没记仇，还让我当了樊楼的主厨。这辈子老牛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，就是那天去了马行街。主人，我不会说话，这杯酒我干了。恭喜！京城来的规矩，管到咱们江南地界上了。咱们的用了上百年的老方子，凭什么要按他的规矩来？啊？听说那公约里有一条，不准用有害添加物。咱们腌肉用的消炎算不算？不用消炎，那肉几天就臭了，还怎么卖？说的好听，樊楼在汴京垄断了军粮生意，又拿了皇商的牌子，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们这些小本经营的，不用那些便宜的调料，怎么跟竞争？我看这公约就是你们樊楼想逼死我们这些地方坊酒楼，好一家独大。反正这公约我们不认。这批货月底能到，但是风声紧，价格比原本高2成。上次那批神仙粉反响很好，加在汤里，客人说鲜得不得了，再来50斤。今儿叫你来，不是为吃的。本宫听陛下说，你最近在江南推行10坊公约，确有此事。你可知道，再过1个月，倭国会有使团来大幽。本宫听陛下说，倭国使团里有几个厨子，声称要拿什么天妇罗来比。边关还有消息说，倭国近年在沿海频繁刺探大幽海防，此番使团恐怕不只是为了粮食，就是用面糊裹了鱼虾油炸。娘娘放心，面糊油炸之法在我家传古籍中早有记载，名为过愣油。倭国人不过学了点皮毛。
大雍皇帝陛下，外臣山田谨代表我国国主献上薄礼，愿两国永世修好。外臣此番前来，还有一事想请教。外臣听闻大雍有天下第一楼的说法，心中好奇，这天下第一究竟是在大雍，还是在我倭国？山田使者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倭国有一道国粹，名为天妇罗。我国天皇陛下曾说此计天下无双。今日御厨山本大师与外臣同行至此，想请大雍的厨子品鉴一番。若大雍无人能及，那这天下第一的名头，使者既然有此雅兴，朕自当奉陪。过几日朕设宴，让大雍的厨子与你倭国的厨子切磋一番。既是切磋，总得有彩头。若是倭国输了，外臣愿奉上国书，承认大雍饮食之道为该当如何？每年进贡海产100船，还请大雍陛下恩准，以平价向倭国公粮3年。这个山田胆子不小。官家，倭国粮食不足，此番名为朝贡，实为求粮。他想用一道菜压我大雍，好换取谈判筹码。何止如此，朕的密探听闻，大批倭国走私添加物已进入我大雍。倭国人一边走私毒料祸害大雍百姓，一边打着粮食的算盘，其心可诛。不过他既然敢赌，朕就陪他赌。张爱官，这厨艺对别，朕就交给你了。臣还请官家恩准，将倭国走私毒料一事交由臣彻查。准！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朕只要一个结果。主人，查到了，那家酒楼的黑市供应商叫四海商行，表面做海产生意，背地里专门从倭国走私违禁添加物，气味、颜色、味道都和牡丹楼用过的那些鲜粉一模一样。陈子涵刚死，他的配方就到倭国了。陈子涵的系统虽然消失了，但他卖到市面上的那些东西还在。倭国人拿到样品逆向仿制不是没可能。素素，我要拿到他们的样本。主人，包在我身上。郎君，你要找的那几本书，我从书铺里翻出来了。这领表录议里面提到了您说的过江油制法。明天山本师傅定要让他们开开眼。大人，末将还有一事。我们在江南的四海商行前几天被大雍的人踩点了，发现又如何？大雍人连那粉末是什么都验不出来。山本大师在明面上比的是正统天竺罗，那些粉末是卖给民间贩子，跟御厨无关。只要山本赢了比试，大雍皇帝签了贡粮合约，谁还在乎江南那点破事儿？主人，查到了，山本带来的食材里有一种叫天妇罗粉的东西，是工业蓬松剂，油温一高就发苦，长期食用伤肝。他们自家御厨也用这种的东西，拿他们天皇当倭国人整啊？他们本来就是倭国人。这些不是山本用的，素素找到的那家黑市作坊供货对象是平民，山本用的是另一种配方。白相公，把那批缴获的毒料收好，大殿上呈给官家。第一轮比试，我倭国想请教先位。我倭国有一道汤名为扛节清汤，用的是郡色湾特产的扛鱼，经蒸笃烟熏、发酵日晒，制成坚如木石的扛节。大雍皇帝陛下，这便是倭国的鲜味，如何？是不是从未尝过的极致之鲜？不知大雍有何物可比？李师傅，上灶。官家，这便是大雍的清汤，请官家品尝。山田使者，你也尝尝。此汤叫你倭国当时清汤如何？这汤确实鲜，但这需要炖3个时辰。我倭国的柴丹清汤片刻即可，炖这么久，谁等得了？使者此言差矣，鲜味不是比谁快，是比谁厚。你那料食清汤喝进去只有一股味咸鱼味，大雍清汤是千味万味唯为一体，纯而不浊，鲜而不腻。这是时间与火候的沉淀。你那速成之法
只能做出速成的味道。第一轮，大庸胜。山田使者还要继续吗？继续！大庸皇帝，第一局不过是热身，汤好不好喝，个人有个人的舌头，但刀工是真功夫。我倭国御厨山本大师专研刀工50年，精通失传绝技庖丁解鱼，天下人无人能及。请赐活鱼一锥。如何？如何？这便是倭国的庖丁解鱼。50年苦练，你们大庸雕虫小技。我用这把刀，切菜用的刀。这刀是哪位名将所制？不是什么名刀，就是一把铁刀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你是天下第一吗？他用的是最普通的刀。接下来轮到我们出题了，上豆腐。豆腐，你们大庸就用豆腐来比刀工，这玩意儿能切出什么来？一碰就碎。神乎其技！看来这第二轮还是大庸胜。山田使者还要比吗？比！还有第三轮，还有第三轮！天妇罗，天妇罗，天妇罗才是真正的绝学！尚可，陛下，这便是倭国天纯的极致。山田使者，你自己尝尝。这是什么配方？以面裹鱼虾，投沸油中，须臾即熟，外酥内嫩。灵表毒液距今近200年，此时你们倭国的遣唐使还没把这技法带回去。天妇罗在大庸早就成熟了。山田使者，你说天妇罗是倭国独创，比我们晚了整整200年，你们独创了什么？官家，这是臣在江南查获的倭国走私物品——天妇罗粉。山田使者，你可认得此物？这是民间商贩私自贩售的，与我国御厨无关。无关？这粉灭的成分和当年牡丹楼毒害汴京百姓的仙粉一模一样。牡丹楼陈子涵用毒料让人上瘾，你倭国在批量仿制。你们一边派使团来比试，一边往大庸走私毒，这就是你们倭国的国粹。外臣不知情。不知情？朕就让你知情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即刻查封四海商行所有分靠，全国称查倭国走私添加物。3轮比试，你已全败，国书朕不稀罕，海产朕照收。从此以后，倭国商船入大庸口岸，所有货物须经开封府与百草堂联合查验，若再查出一粒毒料，10年之内，倭国商船不得踏入大庸一步。外臣遵旨。听说他们还往大庸卖毒粉，跟陈子涵一个路数，黑心货，滚回倭国去！
话说那倭国使者山田狂妄自大，视我大庸如无物。谁知樊楼张掌柜3战3胜，先是清汤胜鱼汤，再以豆腐破鱼刀，最后从古籍中翻出天妇罗的祖宗，还当众揭穿了倭国走私毒料的底细。